泽连斯基口误 ，NASAM 防空导弹系统还没正式到位。那么，一旦美国的这种先进防空武器系统到位了，将会对俄罗斯空天军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近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该国已经收到了由美国提供的国家先进防空系统，简称 NASAM。最后呢，被证实这可能是个口误。这款导弹，美国政府已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交到乌军的手上。如果这款导弹到位，将会成为乌克兰得到的第一种先进的中近程防空导弹系统。此前，乌克兰军队使用的唯一的中远程防空导弹武器系统是 S-300， 而乌军的 S-300 相对比较老旧，对俄军的威胁不大，而且在俄罗斯空天军和地面导弹部队的攻击下，剩余的 F-300 防空导弹武器系统数量已经不多了。除此之外呢，西方国家提供给乌克兰的主要是各种各样的便携式防空导弹，这些导弹射高、射程都相当有限，但是依然给低空飞行的俄罗斯空天军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不过，只要俄罗斯空天军的飞机以及无人机飞到4000米以上，那么基本上这些便携式防空导弹武器系统对他们就不能构成威胁了。乌克兰空军认为 NASAM 是解决其防空问题的最佳方案。有了这种中近程的防空导弹武器系统，他们就可以为乌军的作战行动保驾护航了。NASAM 是美国雷神公司与挪威联合开发的一款中近程防空导弹武器系统，最少它是整合了 MPQ-64 哨兵雷达以及 AM-120 先进中距空空导弹，以此为基础开发的一款廉价版的陆基防空导弹武器系统。有报道说，其最大射程可以达到25公里，高度范围呢能够达到14000米到15000米左右。你可以理解为它是空导弹的陆基版本。NASAM 后来呢又发展出了改良版，并且陆续加入了 Link-16 数据链。除了 AIM-120 以外呢，据说该系统还可以使用 AIM-9X 响尾蛇空导弹。相比而言， AIM-120 的射程射高要更大一点，而 AIM-9X 的防空区域呢相对较小，但是 AIM-9X 的抗干扰能力相对来讲更强一点。除了美国的这两种空导弹以外，德国研制的 IRIS-T 近距格斗导弹，欧洲国家开发的 AMR-AAM 中距弹也可以配装在这套系统里。升级后的哨兵雷达能够以-10度到正55度的俯仰角实施360度的全向扫描探测，并且能够跟踪120公里范围内的54个目标。除此之外，为了抗击敌方的电磁干扰，该系统又增加了一套 MPS-500 光电红外观测跟踪车。就目前的俄乌冲突而言，乌克兰的中程和远程防空系统在保护其重要资产和人口集中区域时已经力不从心，而且呢，更不可能将有限的远程防空能力分配给急需的前线部队。乌军的一线部队目前主要使用的是便携式防空导弹，用它们来对付俄军在中高空飞行的战斗机，那是远远不够的。何况现在伊朗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和反辐射无人机也加入到了俄罗斯的作战序列。如果美国提供的 NASAM 防空系统就正好可以弥补其战场防空的空白，其将近25公里的射程以及将近15公里的射高，远大于便携式防空武器。他们能对付的目标也很多，包括超音速战斗机、巡航导弹、直升机、无人机等等。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纳斯姆斯防空导弹武器系统进入乌军的第一线，将会对战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乌军的地面部队配备了这样的半野战防空系统，将可以大幅度的提升他们的战场防空能力。一套纳斯姆斯防空系统通常由12个卡车发射器组成，每个发射器大概配备6枚 AIM-120 导弹，足以在一个攻击正面形成防空保护网。俄罗斯空天军的飞机要想突破这样的防空网是有一定难度的，除非他们的活动高度超过15000米，并且拥有防区外发射的精确制导弹药，才能有效的压制美国提供的这款防空导弹武器系统。美国军方一直在推动乌克兰以地制空的战略，防空导弹越强大，维持局部制空权的能力就越强，甚至呢有可能会影响未来战局的发展。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俄罗斯空天军将会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呢？首先，他们很可能会大量的使用从伊朗引进的自杀式的反辐射无人机，以便能够对纳斯姆斯的搜索雷达或者制导雷达呢先敌发现、先敌攻击。一旦雷达被摧毁，那么这些导弹就很可能无法发射了。另外一个措施就是采用察打一体无人机，寻找部署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这些中近程防空导弹武器系统。因为纳斯姆斯虽然说具有野战防空能力，但是由于车辆多、机动不方便、目标比较大，往往一旦被对手发现，难免会遭到攻击。那么美国提供的这套纳斯姆斯防空导弹武器系统对乌军来讲很重要，他们认为非常先进。具体是否先进呢？那要看跟谁比了。美国的野战防空能力一直都是很弱的，这套系统的开发也不是美国主导的，而是由挪威经过30年努力才搞出来的。它使用的防空导弹无非就是把机载的空空导弹变成陆基版，这种做法很多国家也在这么做。比如中国研制的出口版的天龙50，也是用我们国家研制的先进中距空空导弹改版为陆基型。那么中国的天龙50和美国的纳斯姆斯相比，谁更优呢？我们先来看看射高。美国的纳斯姆斯它的最大射击高度大概在15000米，而中国的天龙50其射高起码达到2万米，而射程呢更是超过纳斯姆斯1倍。纳斯姆斯的最大拦截距离25公里，而天龙50的最大拦截距离50公里。就造价而言，我们的更便宜，因此受到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欢迎。显然，虽然乌军对纳斯姆防空导弹武器系统寄托的希望比较大，但是在世界范围来看，这款武器系统有它先进的地方，但是和中国的同类型武器装备相比，还是有差距的。从中不难看出，我们国家研制的防空导弹武器系统不但性能先进，价格还便宜，因此在不同的防空导弹武器系统的细分市场上，中国占有相当的优势。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